熊哥的技能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，这不一套全新的桌椅板凳又呈现在你的眼前，这个是他一手一脚独自完成的艺术生活品，真的让我们不得不感叹熊哥的生活技能有多出众。割点新鲜的红薯叶，喂养农庄的野猪群，撒上点玉米粉，给鱼群补充营养。趁着下雨移栽已经长出幼苗的蔬菜，放牛享受深山老林的宁静气息。这样的生活你是觉得太过平淡，还是想要但又不曾拥有的幸福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购买了一块平整且光滑的大理石切面，前厅空旷的空间以及整个农庄都没有一套像样的桌椅板凳，熊哥迫切想要打造一套。毕竟建造房子的时候还余留下很多有用的材料，一套混凝土制作成的桌椅，既可以利用完材料不导致浪费，又可以长期使用不至于损坏。切割出2根相同长短的毛竹，它们会被编织成用于固形的模具。鸡宝宝在老母鸡的照顾下一直在健康的成长，野猪幼崽们也围绕着黑猪妈妈享受着春日的清凉。切割好的毛竹需要分解成竹片，修整好光滑的表面，削割出便利于插入地面的尖头。熊哥就利用它们来打造坚固的桌面支撑。先将地面规划出标准的圆圈，顺着痕迹，再将修整好的毛竹椅向内倾斜的角度整齐夯入地面。为了让其能够稳固，用铁丝将上层固定，这样一个下宽上窄的圆柱形模具就编织完成。最后再用麻袋将四周包裹完全，它有利于之后的脱模。而用于制作板凳的模具，熊哥的选择更加聪明，遍地而生的粗壮橡胶树干刚好适合，选择较为粗壮的一棵，直接将其从根部砍断，标准的圆柱体形状，可以节省很多制作的时间。为了保证切面的平整，用手工锯切割高度相同的4段，当然便于脱模的隔层依然需要包裹完全。桌椅的模具已经全部准备齐全，剩下的细沙和水泥终于有了更好的用途。沿着模具的周边将砂浆贴满，待其完全干燥后，即可形成规则的坚固形状。板凳和桌腿都已完成，砂浆凝固还需要时间，接下来还要进行桌面的制作。毕竟是一个宽大的平面，并且还需要悬空，所以用钢条打造出一个间距、承重与固定的钢筋网片就是必不可少的。先将钢条切割成相同的长度，摆放好具有同等间隔的正方形，最后再用铁丝捆绑好每一处连接点，铺上塑料布，固定出将要进行浇筑的桌面形状，铲入砂浆刮取平整，待其干燥后，一个完整的桌面即可完成。此时桌腿和板凳也刚好可以进行2次打磨的程度，保持表面的光滑与平整，才能让最后的成品达到完美。一个夜晚的等待，所有的砂浆都已完全干燥定型，开始拆除模具的时候了。先将竹片取出，再将麻袋脱下，一个完整的桌腿就已彻底完成。想要将其搬运到前厅，仍然需要小心，毕竟空心的造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损坏。桌面的砂浆也已固定完全，只需将其直接抬起，即可将底部的塑料布去除，打磨平整桌腿的上沿，摆放好凝固的桌面，最后用砂浆将大理石切面固定。这样一个地不塌陷、桌不灭的独角方桌就已完成。以后无论是吃饭还是制作东西，它都将会提供便利。取出板凳内的橡胶树段，依次摆放好位置，这样一套混凝土家具，你绝对值得拥有。它们的建成也让荒野小屋有了家的感觉。随着雾气笼罩着整片丛林，经过小雨洗礼的农庄再次迎来了全新的一天。鱼群因为阴雨的缘故显得躁动不安，熊哥要将整体的水位抬高，以此来增加鱼塘中的含氧量。经过了这么久的青草喂食，平均体重都已超过2两的鱼苗，也该进行一下另外的营养补充。香喷喷的玉米粉直接撒到水面上，所有的鱼苗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食物，它们都在大口的吸入。当然鲜嫩的香蕉叶依然是主食，熊哥放得小心翼翼，他不想打扰前方正在进食的鱼群，他们会将所有漂浮在表面的玉米粉吃完。小雨的洗礼让红薯秧苗看起来十足鲜嫩，熊哥要割上一些，因为这是野猪群最喜爱的食物。3只成年的野猪看到熊哥的到来，显得异常兴奋。这些红薯的叶茎会改善它们身体的养分吸收，当然黑猪妈妈这一家也是同样。熊哥将体型较小的小野猪全部从猪圈中放了出来，因为进食的时候它们总是会被其他兄弟姐妹欺负，让黑猪进行照顾，它们可以更加快速的成长，毕竟都是吃着黑猪妈妈的奶水长大的。猪圈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少年期野猪此时已经被激发起了完全的野性，他们提防着一切不是同类的生物，即使是将他们喂养长大的熊哥，他们也不敢贸然靠近，就连进食红薯叶都是各自为营，小心翼翼。熊哥再次萌发将他们卖掉的想法。阴雨的天气虽然让整个农庄都变得湿滑，但这却是移栽秧苗的最佳时机。南瓜秧苗已经成长得足够茁壮，熊哥将会把它们移栽到菜园的两端，这样也就会有足够的空间让其自由的生长。饱含水分的土壤也会快速让其适应环境，并扩散开新的根系。当然，移栽可不仅仅只限于蔬菜，猪圈下方自生而出的木瓜树也同样可以。它们不但可以用于喂食猪群，产量足够的时候，也可以增加自己的额外收入。熊哥选择将其重新栽种到新房前，刨挖出浅坑覆盖好松软的泥土，
并排栽种上一行，既可以巩固疏松的斜坡，又可以在夏季的时候遮阴避阳。小雨依然在下，花盆中的玫瑰也已生长出了嫩芽。牵上老黄牛，它们会在细雨的滋润下，第一时间吃到刚刚长出的青草，生上火做上饭。在这凉爽的深山老林中，聆听着雨点滴落的声音，这是不是你很想但又无法拥有的惬意生活？又给了一次你们嘲讽我的机会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菠萝蜜是长在树上，并且还是这样采摘的。新一天的来临，门前栽种的玫瑰花已在雨水的滋养下长出了嫩芽，而熊哥也将在今天迎来不一样的工作。他接到了当地村民的邀请，自己家的菠萝蜜没有时间进行采摘和销售，所以拜托熊哥帮忙。当然，他也给了熊哥一定的好处，他会以5000越南盾1公斤的价格，将已经成熟的菠萝蜜出售给熊哥，而熊哥则可以以1万越南盾1公斤的价格进行出售。这中间的差价就是给予熊哥劳动的报酬，熊哥非常乐于接受，这是熊哥增加额外收入的全新方式。先喂食农庄的猪群，只有这样才可以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采摘和贩卖。带上用于盛装的麻袋，熊哥已来到了山脚下的菠萝蜜种植园。这是小编我第一次见到活着的菠萝蜜，一个一个就像是巨型的炸弹，悬挂在树枝上，一棵小小的树干竟然就可以结出这么大的果实。熊哥正在通过气味来判断每一个果实的成熟情况，只有成熟了的才可以将内在的香气穿透表皮，整个抱起，然后用力一掰，类似关节一样的粗大位置就是最好的采摘点。生长在地上的这2个还没有成熟，只不过旁边这个已经腐坏，只需轻轻一扯，这么大的果实就已从刮地的位置处脱落。继续寻找，这个菠萝蜜园很大，通过手指的敲击，同样可以判断出果实成熟与否。这一颗重量很大，它有接近40斤的重量，采摘4个已经足够，它们刚好可以装满整整一袋，接近70公斤。如果可以全部销售完，那将获得35000左右的越南盾。来到就近的公路旁，熊哥就决定在此进行零售，这是很多行人的必经之路。将菠萝蜜整齐摆放好进行展示，总会有人停下车子进行询问。为了能够更加吸引，熊哥要将最大的这一个切开，鲜黄的果肉还可以供前来询问的顾客品尝。一个路边除草的老村花坐到了熊哥的旁边，他有想要买上一个的打算。熊哥也给他称了一下重量。今天第一个顾客停下了，一个赶着上班的小哥，他品尝了一下熊哥的水果，香甜的口感立刻就让他决定购买。然而一个太大，他就只购买了刚刚被切开的一半。第2个顾客也在等待了几分钟后停了下来，他要熊哥将中间不可食用的部分切掉，余下的部分都可以直接食用。毕竟等他到了工作的地方，没有刀具，处理起来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大哥品尝了一口，情不自禁地说出了感受。第3个顾客也来了，他是村花大妈的老伴，他也被这香甜的口感征服，但暂时他还比较犹豫。然而就在他思考的期间，戴头盔的大哥决定要再买一整个，只不过他需要晚上下班的时候才可以回来将其带走，所以熊哥拜托身后的人家暂时存储一下，毕竟熊哥还有很多别的事情需要处理，他没办法在此一直等到晚上。老夫妻俩下定了决心，他们将剩余的2个都买了下来。熊哥很是开心，毕竟短短几十分钟，4个菠萝蜜全部销售一空。老村花开心的回家了，熊哥顺道去了一趟附近的集市，他用刚刚卖出去的差价购买了一些肥猪肉回来，他要炼制炒菜需用到的油。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鸭子正在跟随着妈妈进行爬坡训练，熊哥要将所有的牲畜都打理好，才可以进行炼油的工作。先将黄牛母子牵到青草茂盛的地方，采摘一些香蕉叶，喂食一下鱼塘中的鱼群。嗷嗷待哺的野猪群已列队等待了很久，毕竟已经超过了平时喂食的时间。被圈养起来的野猪已经成年，它们在进食的时候总是抢夺的厉害。所有的牲畜都已喂食完毕，猪油的炼制终于可以正式开始。这是熊哥特意让王寡妇留的，它们价格便宜，并且还能很好的解决做饭的问题。先全部清洗干净，否则炼制好的猪油就会掺有杂质。一刀一刀切割，尽量保证肥肉块大小相同，毕竟炼油只是其中一种目的，另外则是炼油后被炸至酥脆的炸肉，那可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有吃过的老铁可以现身了，小编最忘不了的就是包饺子，你们那呢？所有的肥肉都已切完，全部装入大锅中，来上几根略微干枯的树干，含有一定水分的它们才可以将燃烧的火苗控制好。要是火势太大，炼制而出的肉渣就会焦糊，那可是非常影响口感的。将火堆点燃，把大锅整体架上，逐渐升腾而起的火苗刚好可以将肥肉表面的水分蒸发。砍上一截长的竹片，用它来进行持续的搅拌，可以避免热油喷溅到自己的身上。持续熬煮，锅中已经开始产生了反应，晶莹剔透的猪油也已开始从脂肪中脱离。采上一片香蕉叶，将其铺在篮筐中，1个小时的耐心熬制，焦黄酥脆的肉渣终于炼制完成，一勺一勺的盛装出来，拿出一根放入嘴中，酷吃酷吃的声音，香味瞬间充满口腔。猪油还需要自然放凉后才可以进行桶装，而熊哥已经开始迫不及待，想要品尝这难得的一餐，蘸上料汁满口葱脆，最后再装上满满一大碗。
给自己的老伙伴乖乖品尝。猪油已经放凉，全部倒入准备好的罐子中，这足够熊哥吃上1个月的时间。不过你知道猪油除了炒菜还可以怎么吃吗？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。中华狸花猫空降到了农庄，他们的职责就是驱逐周边所有的野生山鼠。这并不是雇佣童工，而是从小就要开始培养。这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越南小娘子，也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。就想问你一句，得进步。今天是越南当地的星期4，熊哥已从早市归来，他购买了一些油漆，准备用来装饰新搭建好的房子。打开口袋，里面竟然是3只狸花猫幼崽，它们被遗弃在路边。熊哥将它们带回了农庄，他不想这3个小家伙因为没有照顾而活生生的饿死。况且农庄也有太多野生山鼠作乱，将它们喂养长大，不但可以拥有多一份陪伴，还可以彻底根除附近的鼠害。拿出购买回来的所有材料，2小罐油漆以及粉刷所需用到的工具，而这桶只剩下了一点点的桶装乳胶漆，则是老板无偿赠送给自己的。熊哥可以用来粉刷屋内的墙壁，因为老婆和孩子将会在这个周末来到农庄看望自己，所以熊哥想要提前做好一切准备。小家伙已经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，他们开始了彼此之间的玩耍，将滚筒刷占满，先把4个凳子的一面涂上底色，待会还要进行其他的装饰。而剩下的乳胶漆，熊哥准备全部用来粉刷室内的墙面，毕竟光秃秃的砖墙还是太过于简陋。来回上下滚动30分钟的时间，就已将所有的墙壁粉刷了大半。然而毕竟是老板无偿赠送的，它的数量不足以将所有的墙壁覆盖完全，熊哥只能是有多少就涂多少，还剩下的一点点也不能浪费。用毛刷将尚未涂抹到的地方粉刷均匀，这已是自己能做到最好的了。乳白色的墙壁也会让室内的光线变得更加明亮，这也就有了新的感觉。天空中的灵鸟正大批量向着丛林深处飞去，这也意味着山林的春天已完全降临。小家伙正在探索着领地里的一切。熊哥要从摩托车中放出一些汽油，轻轻地拧动螺丝，油箱中的汽油会顺着这根导管流出，这一点点已经足够。熊哥要用它来调制将要开封的油漆。你知道在油漆中加入汽油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吗？熊哥一共购买了3种颜色的油漆，先将黑色全部倒出，均匀的搅拌，以便让其可以和汽油完美融合。4个板凳的周边都要先涂抹上大致的轮廓，不需要特别均匀，因为后续还需要进行相关的美化。而这黄色的油漆则是用来涂抹凳子的一面，它更加接近树干断层处的颜色。熊哥想要将这4个板凳装饰成天然的树干，然后再将2种颜色混合，调整好配比，在一面中心圈画出模拟的年轮。这样的造型是熊哥的孩子最喜欢的。最后再用绿色的喷漆对4周进行配色的调整，待其完全干燥，熊哥唯一的这套混凝土家具将迎来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。打扫干净地面，还要为新来的3个小家伙做一个用于喂食的食槽，切割出一段完整的毛竹，从中间将其一分为2，修整好4周可能会戳伤小猫的竹刺，背面再劈砍下一片，以便其可以平整的摆放。最后将内心彻底的清洗，这样一个猫粮投喂器就已制作完成。放上点白米饭和前2天炼制出来的油渣，不论小家伙们是否情愿，但这些就将会是他们以后的主食。随着摩托车的轰鸣声，这也是老婆孩子即将来临的前一天。熊哥要想办法换取一定的收入，给孩子们带来最愉快的一个周末。他再次来到山脚下的菠萝蜜园，如果可以将这些果实加工以后再进行出售，就将获得更多的收入。仔细的寻找，透露而出的香气可以表明它已完全成熟。这次熊哥只采摘了3个，毕竟处理它们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。再次回到农庄，熊哥将会把它们进行分块切割，拿出宽大的簸箕，这可以保证在干净的前提下更加便利于操作。不好吃或不能吃的部分先全部切掉，然后再将其均匀的分解成1只手就可以拿起的小块，中间白色部分也要尽数清除。别看只是这简简单单的几次分解和切割，这会让它的价格成倍的增长。还剩下最大的一半，熊哥选择将它留下。他想明天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同品尝。菠萝蜜已经全部处理完毕，清理一下表面可能会存在的残渣，这是熊哥对每一个即将会购买自己商品的顾客负责。只有这些水果来赚取差价还远远不够，熊哥又将积累了接近1个月的鸡蛋全都拿了出来，因为已经有很多附近村庄的村民向自己订购了一些，熊哥刚好可以趁此机会将鸡蛋一个一个的送到他们的手里。为了每一次送货都能既快速又安全，熊哥特意购买了专门用于盛装鸡蛋的托盘，虽然它们是2手的，但依然好用。打开强光手电筒，熊哥一个一个的检查，以此来保证鸡蛋的质量。这也是熊哥能够赢得当地人对农产品喜爱的关键。所有可能会存在的坏蛋都会单独的挑拣出来，哪些可以长期存放，哪些需要尽量的在短时间内吃完，熊哥都会在送到客户手中的时候加以说明。100多枚鸡蛋已经筛选并填装完毕，小心放好，即使是颠簸的山路，也可以保证所有的鸡蛋都不会出现一个损坏。最后将切割处理好的菠萝蜜进行独立分装，这样每一位顾客购买起来都会方便上许多。
一切都已准备完毕，固定好运输用的车斗，菠萝蜜整齐地摆放好，鸡蛋放在摩托车的前面，可以更好地保持平衡。今天余下的时间，熊哥要奔波于好几个村庄。正式启程，熊哥将会在山脚下迎来自己的第一位顾客，他们是当地收售木材的商人，也是熊哥通过之前售卖农庄中的大树所结识的。他们预定了2公斤的菠萝蜜，而熊哥也是为了感谢他们的照顾，即使重量已经超过，依然只是收取了5万越南盾。熊哥很是开心，他要继续奔赴下一个预定了商品人家。1个小时的路程，熊哥已到达目的地。这是预定了50枚鸡蛋的越南小娘子，清秀的脸庞和娇小的身材让熊哥感觉到有一丝的害羞。他只是低头整理着鸡蛋，也只有在递给小娘子的时候，才简单的交流了几句，继续前行。这一位村民的家中此时并没有留人，他向自己订购了1公斤的菠萝蜜，熊哥也是特意将其悬挂在了最为醒目的位置。而对于所要收取的货款，则可以下次一起结算。当地的村民都很好，所以这一点熊哥并不担心。又是半个小时的赶路，这是订购了20枚鸡蛋的村民，他们可能在睡午觉，熊哥也并没有打算叫醒他们，只是将分拣好的鸡蛋放好，自己再悄悄地离开。下一家就是倒数第2个目的地了。新建的白色小洋房格外的醒目，然而更醒目的却是这位刚刚年过18的越南小少女。她也向熊哥订购了2公斤的菠萝蜜，而她的购买也迎来了邻居的关注。一身花衣裳的老村花也想变得年轻漂亮，她也决定购买上一份。动静越来越大，另一位身材修长的小娘子也从旁边闻声赶来，她也购买了一份。熊哥很是开心，菠萝蜜几乎快要销售一空，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客户需要送达了。一位在当地颇为富有的一家，他为熊哥打开了大门。成熟的韵味一看就和之前的小少女有着明显的区别。他也订购了20枚鸡蛋，宽敞的前厅以及钢结构的设计都表明了他有钱人的身份，并且就连支付货款都是用移动支付的方式，虽然不是直接扫码，但至少也是从手机后面抽出来的。至此，熊哥所有的农产品都已送完，剩下最后一点，只需在回到农庄的途中销售出去即可。问题来了，熊哥一共带了多少枚鸡蛋出去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刚刚成年的野猪已经有点迫不及待，他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，然而一同降临的还有被卖掉的命运。那么2只野猪又会带来多少收益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的老婆已经带着孩子来到了农庄，然而此时熊哥并不在家中，他还在处理自己的事情。贤惠的老婆正在用香蕉叶铺盖桌面，他要带着孩子一起为熊哥做一顿丰盛的午餐。这是他带过来的各色糯米面团，只需放上1块老冰糖，并仔细的揉搓好即可成型。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2个小家伙都已经可以为妈妈分担上一些了。随着摩托车声音渐渐逼近，熊哥赶回了农庄，满脸洋溢着宠溺的笑容，是他见到孩子后不由自主的最直接表达。他已经快2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，这也是他独自一人在这山林中创造生活最幸福的时刻。一家人短暂的团圆时刻会给自己更多的动力。老婆在做饭，熊哥则带着孩子传授着种植的技巧，给干枯的木瓜树浇水，栽种下果实的同时，讲解它是如何生长并结出更多的果实。炊烟袅袅升起，象征着生活；孩子的欢声笑语则是象征着幸福。饭菜已经做好，金黄的炒鸡蛋，香味扑鼻的水煮鸡。孤独的山林已经很久都没有如此的热闹了。看着眼前的老婆和孩子，熊哥已下定决心要将农庄发展得更加壮大。转眼时间已至黄昏，为了能够让孩子睡得踏实，熊哥特意安装上了蚊帐，毕竟山林中的蚊子可不是吃素的。该休息了，接下来的错误诱导性的画面就让小编自己默默承受吧，这是我爱护你们的表现。新一天的来临，老婆已经带着孩子离开了，熊哥再次变成了孤家寡人。昨日吃剩下的鸡肉给3只小狸花猫加餐，这应该是他们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如此的美食。剩下的骨头和鸡蛋，熊哥则全部喂给了乖乖。所有的牲畜都已喂完，熊哥也该正式开启今天的工作。当地的一位村民邀请自己去采摘山茶，他没有收取自己的钱，只是出于相互之间友好关系的方式。熊哥已经到达，这是一位以种植和销售茶叶为生的当地人，身后气派的白色瓦房表明了他足够的富裕，而熊哥熟练的采摘手法也再次的说明了，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难得倒他的，他好像什么都会。刚刚长出的新枝嫩芽才是制作茶叶的首选。2个多小时持续采摘，熊哥的篮筐已被装满，这些就已足够，毕竟只是平常自己喝或者招待前来购买商品的客人。然而森林的大雨说下就下，熊哥才刚刚赶回农庄，周围的一切再次被全部洗涤。升上火架上锅，他要利用温热的炭火来将茶叶中还含有较多的水分蒸发，专业术语就叫炒青，这是快速让叶子凋零的方法。持续的翻转，虽然没有专业的工具，但是也应至少保证不会被炒至焦糊。已经炒制的差不多了，全部倒出，趁着还有余热的同时，要赶紧将所有的茶叶揉搓成条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彻底的破坏掉
茶叶中所含的色素和营养，这也是成品在进行冲泡后拥有颜色和口感的关键。再次上锅，持续加热的锅底会将已被搓成细条的茶叶彻底固形。所有的炒制都已结束，虽然自己比较业余，但是能够拥有如此的味道和成色，就已经可以进行正常的冲泡。全部装入袋中，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来客，都将会十足方便。拿出新买的茶具，熊哥要品尝一下春天的气息。上等的山泉水彻底烧开，第一泡都说不能喝，熊哥也是遵循了品茶的真理，在润完杯以后全部倒掉，缓缓地斟上第二杯，回甘的感觉也一直充盈在口腔之中。就这样的一饼茶卖你个28800不贵吧？转眼时间已至第3日的清晨，熊哥又在收割昨日降雨后新长出来的青草。柚子园在太阳和春雨的滋润下，果实正逐渐的长大。再次来到鱼塘边，持续喂食已经让草鱼苗快速成长。再过上一段时间，熊哥将会有大量的鱼肉可以食用。拿上铁锹和铁盘，废弃的牛棚中还有一些未处理完的牛粪，熊哥要将它们作为肥料，来给菜园的土壤补充能量。毕竟都是粉丝邮寄给自己的种子，熊哥更要好好的种植与对待。每一株幼苗的旁边都要来上一点，想要让其尽快的深入到土壤之中。山泉水的浇灌既可以补充可能缺失的水分，又能快速的让其充分的溶解。然而还未等到熊哥忙完，一位慕名而来的当地村花来到了熊哥的农庄。他是来购买野猪的，他已经从之前购买过的当地人口中得知了这些野猪的品质。即使是这样，熊哥还是要带着他简单的参观一下。村花看到这样的场景显得很是开心，熊哥也在一一介绍着每一头可以用于出售的猪仔。只可惜外边这几头小野猪体型太小，村花大姐想要购买更大一些的。然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更开心了。顺着村花手指的方向，他彻底的感受到了春暖花开、冰河解冻的场景。已经成年的野猪群正在体验着成熟的快乐，它们已开始正式切磋。这对于熊哥和村花大姐来说都是好消息。村花大姐指明要买那一只，它的活跃性有利于自己买回去以后进行繁殖和饲养。当然只有这些自己还不放心，她还在持续的观察。也许这样的场景是村花大姐第一次见，所以她充满了好奇。丢入香蕉树干，她还要再看一下猪群的进食情况，确定了她要买1公1母2只，依然还是便利于捕捉和运输的麻袋。虽然熊哥看上去有些不舍，但是能够为自己带来额外的收入也是极好的事情。第1只已经抓住，不过第2只有点自投罗网的感觉。小家伙的弹跳能力很强，2只已经抓完。然而村花大姐却没有立刻就走的想法，将袋口捆扎结实。一直都是笑口常开的大姐还想请教一下熊哥更多的饲养经验。切割开袋子的一角，让猪鼻子露出来，可以让2个小家伙更好的呼吸。清凉的山泉清洗干净双手，大姐也是敞亮的，直接就用山泉给自己来了个面部降温。熊哥也是拿出了还剩下一点的菠萝蜜。村花大姐对于熊哥这里的一切都很感兴趣，面前种植下的玫瑰花也让她感受到了熊哥对于生活的热爱。她要用手机拍下来拿给自己的闺蜜看，就连油漆粉刷的凳子也是让她都惊叹于熊哥的心灵手巧。一边聊一边吃，村花大姐很是主动，就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，而熊哥却是感觉有一丝的害羞和拘谨。熊哥正在介绍着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拥有的这一切。不过村花大姐也是真能造，菠萝蜜已经快被吃完了，而她也终于想起还没付钱，从包里掏出厚厚的一沓，她数出了400万的越南盾给到了熊哥，并且示意着不用找零。拿到钱的熊哥也是开心的露出了笑容，他也主动提出去将停在远处的摩托车骑过来，这样可以省去村花大姐很多的力气。等到将2个小家伙放好，熊哥又将摩托车骑到了原先的位置。毕竟这个山坡对于大姐来说还是太陡。夕阳已经西下，熊哥的农庄生涯又将会在以后迎来怎样的精彩呢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